这个戏整体的武打来讲，制片人和导演对这个方面的支持和给予的资源是足够的，最终展现成这样一部比较浪漫的仙侠大戏。这个戏就大大小小全算，将近有400多场大戏。神魔大战是22、23天，叶青瑜死的那一场拍了9天，像加官之战这些都是3天。我们在前期做 demo 的时候，其实已经做了一些简单的特效，颜色上还有手势上的设计都做了区分。在人间篇到500年后的时候，需要一些手印来引发术法的成型，但它是魔神的时候没有特别复杂的手势。那苏老师呢，就是做神女的时候，她手印手势什么都在，但是那个时候她没有法术，也是做了一些区分。桑九呢，就是偏可爱的，他到了那个成魔了以后，他那个时候按演员的情绪来讲，不会有那么多的花里胡哨的这些动作，基本都是快准狠。当时我们前期设定也是这样，在现场呈现的上面，我们是跟演员一起沟通，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对的方向，一起走成这样的形式。长兵戏，讲实话是比较难的。冥夜的打戏，我觉得在这里边算是最艰难的一个过程。我们那个枪做了好几个版本，有真的是用那个铜铸起来的，真的有30多斤。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断开的，没有枪头，那个没办法，因为这个枪的长度，有时候我们在 VR 上的一些动作被这个长度确实影响到，所以我们只能把它的距离缩短，靠特效来帮助完成。本身它那铠甲有小20斤，那个穿在身上就已经很不舒服了。然后你在那边长枪大戏一天一天这样拍，一连着拍啊，这个我觉得普通人真的受不了。对于桑九，我们陆老板在现场经常会练习这个射箭，他对这个东西也比较专注。我的印象最深还是陆老师翻那个侧空翻的时候，里边那个地非常的不平，非常的容易崴脚，翻了很多次，我非得做好它，非常要强，然后也付出了很多辛苦。田欢用的那个景物林，最早其实是跟骆驼老师还有我们特效这边也有过沟通。如果光是2个圈呢，看着比较单调，在兵器上又加了2条那个彩带。他的动作来讲，不光要展现这种柔美和强势，他还有那种蛇蝎美人的感觉，我觉得他拿捏的很不错。小岭老师呢，对动作来讲，他也是比较看重的。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刺杀的时候，他翻那个侧空翻，有一次是因为可能的力量使用的不太到，整个人趴在地上，然后起来也是没关系，就继续了。当时这种偏蓝的兵器在剧本里并不是这个峨眉刺，本来说给他配一把软剑之类的，但我觉得偏圆的这个性格不太适合这个，但看起来比较简单，其实并不简单。它必须是一个小手套了那个圈，它的旋转比较顺。叶青雨是比较偏实偏真的这种，这真的是在战场上磨练出来的这种大的招式。从花田世界观的气氛图，到我们专业的画分镜的人士，再到我们前期训练拍摄出来的动作 demo， 最终提炼和选择，然后保留下来的东西，我们才展现了出来。等到了现场之后，演员再看一下，他就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我下一个要完成什么。
讲到这儿，我就想起来，哎呦，那罗老板那个确实挺不容易，穿那一身盔甲，你知道，还要穿威亚衣，威亚衣要穿在里边，中午放饭，你如果把它脱掉，整个甲全部都得拆。对于我来讲，对于每个工作人员来讲，时间很紧迫，所以就感觉穿着威亚衣是，这是真的。跟陆老板合作，所以我觉得真也很好。那边夏威亚从这飞过。就是那场去那个镇水舰的时候，当时两个眼睛带着两个那种美瞳红色，带着那个在哭，眼睛疼，真疼。陆老板看着说：“再来一次。”又演了一遍，那个时候泪糊出来就行。有幸和制片人王总、局导、王老板、陆老板和一众优秀的演员一起做出了《长月烬明》动作大戏这样的展示。对于我们来讲是幸运。